我们今天来讲一下海防市的旅游景点吉坡岛的南下湾。那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景点。美国巨星里奥纳多曾经在他的部落格有大力推荐这个景点，而导致说这个地方曾经在欧美曾经红极一时，所以成为最好的一个观光景点之一。我们大概来讲一下整个吉坡岛的地理位置，它在下龙湾的南边，然后在海防市的右边的这一个位置就是所谓的吉坡岛。整个岛的直径呢大概有25公里长，所以这个距离算是蛮远的，所以可以让你在岛上有很多的风光让你观光。然后南下湾在哪里？南下湾就在吉坡岛的西南方，那也就是红色位置圈起来的那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南下湾。那它北边一点就是所谓的下龙湾的岛船，就是游船的地点。它的地理环境是很接近下龙湾的，所以它两个游船的地点是非常接近的。只是说它这一个区域是属于海防市的范围，然后你在北边一点点那个区域就属于下龙湾，属于下龙市的游船的范围。最北边一点就是所谓的白土龙湾。那白土龙湾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别一点，比较偏北，所以距离也远了一点，所以游船的人来这边就少，所以基本上都是由下龙湾跟南下湾这两个地方居多。我这一次是先搭飞机到海防市，然后从胡志明市出发。我打算在海防市住一个晚上，隔天我再去吉坡岛。我住的这个地方它并不贵，它一个晚上才700多块台币而已，大概是57万多越盾而已，所以非常的便宜。到了海防 check in 完就已经晚上11点了，我在隔壁喝了一杯啤酒，基本上我就准备去睡觉了。隔天早上我车是跟饭店租的，租了一台 Honda AB。那什么叫 AB？ 就是 Airblade 的这个款式，它在越南当地人都叫 AB。那这一款车基本上它还是蛮够力的，所以骑起来还算蛮稳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中间有一个中柱，它没有办法放很多东西在它的脚踏板那边，它没有脚踏板的。当天早上起来就在隔壁的餐厅吃了一碗米粉，那因为这碗米粉我吃起来带有一点鱼腥味，所以我很不习惯这个味道。在越南的粉面类里面，很多人喜欢加这个味道，那是单纯越南人的口味，但是我非常的不习惯。它里面加了一种特别的食材，叫做大野芋。那这一种东西在越南的面类、火锅类很常见到这种食材，但是在台湾却很少见。接下来我去买法棍，那这个地方它出产的小法棍蛮有名，我只知道它叫本米给翁亚卡酿。然后我就买了一捆准备外带，然后再准备去吃另外一家的小法棍。所以这边感觉海防市法棍蛮有名的。这里点了餐，然后就准备吃刚刚买的法棍。但是这一家地上都是卫生纸，这个就是越南平民的生活状况。没多久呢，他就端上来我们的餐点。他们把法国面包切成一条一条的，然后沾着美乃滋去吃。那这个美乃滋是他们自己特制的打的酱，自己特制打出来的。我点了一份神井杂烩来吃，感觉味道还蛮不错的。接下来我骑车刚好有经过菜市场，然后刚好看到有卖禾虫，我就当场下来看了一下它的禾虫长什么样子。250啊！禾虫其实就是海防市的特产，它每年的农历9到11月的时间点就是盛产禾虫的时候，它这个东西会跟蛋一起煎来吃，把它做成蛋饼，它是越南当地的一道美食。如果你能吃得习惯这种美食的话，我之前的影片有一集就是专门在讲禾虫这个东西。
过了菜市场之后，我刚好看到旁边有一家螺店，也就是卖一些海螺的。那这个东西在越南算是一个美食之一，我当场就點一下那個海防的特產。冇味。cookie 啊 Thì có Quảng Ninh, Hải Phòng mới có cookie này. Không ở đâu có. Anh ăn thử không? Thử. Ăn thử nhé. Để chút. Cookie à? Cookie. Xả hay là rang muối hay là Có nghĩa là hát xả bọn nó làm mùi mà. rang muối hay hát xả? Rang muối nhé. OK. Rang muối nhé. 我们刚刚在讲的，我们那种螃蟹的品种叫古吉，然后它的做法就有2种。它刚刚我们在对话里面就讲说，你是要染梅还是要哈萨，也就是说它只有这2种做法。那染梅就是盐烤，哈萨就是用香茅去蒸。上面这个就是我最爱吃的 New 哈萨，那在北越这个叫做 Now 哈萨，那个因为它在蛤蜊这个东西在北越叫 Now， 在南越叫 New。我们有点一道菜叫做枸杞染梅，染梅的意思就是所谓的盐焗的意思。那因为这一边他们在做盐焗的时候，它比较湿一点，然后但是我们在南越这边吃的时候，染梅的方式就是会比较干一点，然后都是属于盐焗的这种方法，他们基本上都叫染梅。我在南越最常吃的一道菜叫做干给染梅，这个就是所谓的盐烤蟹螯，这个在南越非常的流行。我们现在正在吃的这一种，我们叫它欧鹅，那这个是叫做马螺。我们最后呢去参观了一间庙宇，就是林罕 Ken， 那这个是海防有名的木造建筑的庙宇。它这间庙有300多年了，那它也叫仁寿亭。它这个建筑里面都有一个很精美的木雕，那这个木雕就是它的特色。那它里面主要供奉的是越南的民族英雄，然后叫吴权。这个建筑大概是1717年的时候大概是建立，它是以木雕为闻名。建筑里面大概有400处的各种的龙形雕刻所以也被当地人称为飞龙亭。在寺庙的外围也有水木偶表演场，这边代表是一个文化的宝地。接下来我们往吉坡岛的方向走，然后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到渡船口这个方向的时候，那边有很多的货柜车，那一个路段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从海防市到渡船口，那个货柜车特别的多，所以过这一个路段要特别的小心。骑了半个小时后，我们就到了渡船口，准备渡船了。我们渡完船就是吉坡岛。吉坡岛大概30分钟一班船，所以等待的时间会久了一点。吉坡岛呢，在渡海口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横跨海的一个观光缆车，但是这个缆车到目前好像都没有发现它在动，所以感觉都没有人在做的样子。接下来就是25公里的路程，就是从渡船口到兰夏湾这一段路程就要25公里。那我们主要居住的地方也是兰夏湾这个地方。我们到了兰夏湾之后，发现到这里的住宿都非常的便宜，基本上大概都在20几万到50万之间。我入住完的时候，我马上就跟饭店订了一个游船的行程。那它游船它就有2个费用，一个是60万的，一个是50万的，所以我最后选择了50万的。一早7点多就有专车来接我们上船，他是到各个饭店去接的，所以他一个饭店一个饭店的接，然后接我们的时候是天还没有亮，最后再一起把我们送到码头去搭船。那我们到了船上之后，他们就开始讲解所有的安全规定。他在讲解的过程都全程是英文讲解，然后我们坐船就沿路看着风景。这个景色其实跟下龙湾
很接近，但是而且还更美丽、更漂亮。他开了一段路，欣赏了沿路的风景之后，接下来把我们载到地图这个地方。从出发点到目的地这个地方，我们这一带都叫南下湾，它位在于下人湾的南侧。在这里，他把我们载到船屋，然后发给我们一条船，然后让我们在这里玩独木舟。因为南下湾的水域是非常平稳的，所以非常的适合玩独木舟。然后在这边，你可以一边欣赏风景，然后一边看美景，然后顺便划着独木舟去玩。玩独木舟有名的地方就是所谓的明洞跟暗洞。那暗洞很有可能是没有办法进去的。那我们现在可能走的这有可能是所谓的明洞，因为导游他在讲解的时候是用英文，所以我们听的会吃力了一点。在这里玩独木舟，你可以去探索这里的石窟，也就是说，在这个石洞里面去漫游，然后你再出来的时候又是一片景色，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在这里划独木舟是南下湾必有的一个特色，在划的过程，你可以看得到蓝天白云，还有悬崖峭壁的景色，这个就是南下湾有名的喀斯特地貌。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你可以在悬崖峭壁上看得到吉婆有名的吉婆叶猴，那这个算是濒临绝种的动物，那全世界剩不到70只。当然，我看了很久都没有找得到叶猴。我们划完独木舟的时候就接近11点多了，然后他让我们在船上吃完午餐之后，接下来就是把船开到比较平稳的地方，让我们休息。那大家就在这边开始玩水，就是跳水。那所以在这里记得要带泳装。在这里，他们下水之后都是目的地，都是悬崖边的海滩，所以他们都一路游过去，大概少说也有500公尺远吧。当然啦，我们输人不输阵，我当然也要跳水，也跟着他们一起游过去，虽然距离真的好远。在这里休息的船还蛮多的，我们休息到大概接近3点的时候，我们才准备启程到下一个景点。接下来他带我们去参观一下盖贝渔村，这个是越南最古老的一个老村庄之一，到目前也有7000年的历史，所以是相当古老的一个水上村庄。这个也是海上漂浮部落，大概超过有500间的漂浮房屋，大概坐落在这个地方。虽然这个渔村非常的古老，它除了捕捞以外，它现在这里的居民主要还是发展养殖为准，那就是属于浮动往下养殖为他们的主要的生产力。参观完渔村，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回程了，因为大家都很累了，所以每个人都几乎都坐在甲板上休息，然后去晒着太阳，因为这个时候傍晚的时候，阳光最为柔和，最为舒适了。他们在回程的路上，除了让我们休憩以外，还有提供一些姜茶给我们去品尝，还有一些姜片小点心给我们。我们在回程的时候，刚好看到有人在沿岸上攀岩，结果呢，好像被海警驱离，就说那一区不能够攀岩的样子，因为好像并不是每个地方的那个峭岩都可以攀岩。当太阳已经落下山头的时候，我就直接到了甲板上直接休憩。这个时候非常的凉爽舒适。我们最后的回程大概是1个半小时，那我们就结束了今天的愉快的行程。
我们下了船之后，就去找了一间火锅烧烤吃饭。那刚好遇到这边有一群学生，好像在办联欢晚会。我们去的这一家叫做翠英烧烤火锅店，在当地也是有名的餐厅。这一群学生看起来只有高中生的年纪而已，但是他们却一起拿起酒杯，在那边喊“某嗨巴友”，然后在那边喝起酒来，也非常的可怕。哦。隔天一早，我就问饭店，到底吉坡岛有哪些地方还可以玩的？Pháo đài thành công. Pháo đài thành công. Vâng. Cái này là có dùng tàu đi hay là đi có tàu? Xe máy lên. Xe máy đi là có Đi được. có đi được rồi. Vâng. Có cầu mà. Không, cái này là ở trên bờ mà ngay đây thôi. Hả? Trên núi ạ. Trên núi á? Vâng. Ở đấy mà. Trên núi rồi. Ở trên núi. Hiểu rồi. Vâng. Xem cái nào mà chỉ có xem cái nào ở trên núi á. Ok biết rồi. Biết chưa? Biết đi rồi biết rồi. Anh đi rồi hả? Mà không đi con chơi đi. Đường nào đi thì đường nào đi nghe đi. Hiểu rồi. Đấy. Ok. Ok. Biết rồi. Gần lắm, 1,5 km thôi, nhưng mà anh đi xe máy lên. Ok, đi xe máy đi. Có ai đi bộ? Anh đi bộ được. Ok, anh đi bộ được. Nhưng mà đi bộ thì là hơi cao. Hơi cao. Up to the hill. Có mệt không? Đi ở dưới nè. Em thì mệt nhưng mà anh không mệt. Xin lỗi. Ok, biết rồi. Xin cảm ơn nhiều ha. Biết rồi, anh lần sau thì là đi ở đây chơi thôi. Sau này đi hang Con Y này anh đi xe máy được, anh có xe máy đi vào đây được. Đi ở đây được. Hoặc là đi Trung Trang, động Trung Trang. Hoặc là đi vườn quốc gia. Ok. Ok, hiểu rồi. Anh đi xe máy vào. Đi xe máy đó. Vâng. Người ra đây xem cái này là harbor đẹp lắm. Harbor. Dạ vâng. Ok, anh bí chủ đi. Ok, bí chủ đi. Thằng là buổi chiều đi, anh đi như thế này nhá. Khi nào về ấy, anh đi đường này. Đi đường này. Để xem đường khác đẹp hơn. Ok. Vâng, anh đi đường về này. Ok, cảm ơn nhiều ha. Vâng. 好。我们先认识一下这几个专有名词，你可能会比较好了解我们的对话内容。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炮台粉宫，那粉宫的话就是所谓的神宫炮台，炮台呢就是所谓的炮台，那粉宫呢就是所谓的神宫的意思。我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粉宫我听成坦宫，所以我以为是成功炮台。Đâu ở đâu? Pháo đài thành công. Pháo đài thành công. Vâng. Cái này là có用tàu đi hay là đi có tàu? 然后他下一个就讲汉军衣，汉军衣这个就是所谓的军衣洞，军是军中的意思，军衣就是军衣，汉就是所谓的洞穴，汉跟垄这个也是同样的意思，垄也是洞穴的意思，汉跟垄都是洞穴的意思。Sau này đi hang Con Y này anh đi xe máy được, anh có xe máy đi vào đây được. 然后接下来他下一个就是专有名称叫做垄中砧，垄中砧的意思就是中钻洞。砧这个字其实在越南人的名字里面很常出现，然后它里面后面又讲到本国亚就是国家公园，然后最后指到最后的地方，他又讲一个特有名词叫做 harbor。那 harbor 的意思就是港口的意思。那其实这个是音译，它是越南人的讲话习惯，就是把harbor 当成 harbor 其中我们在对话的时候，我解释几个比较特别的用词，一个就是所谓的 zember， 那 zember 的意思就是指在岸边的意思zember。那下一个它就是某肥南，那它在发音肥这个字它没有很清楚，我听成某南。那因为这个讲话的习惯性，有时候讲太快，听得不是很清楚。它其实它讲某肥南。
gần lắm, 1,5 km thôi nhưng mà anh đi xe máy lên. OK， 这个讲话速度真的很快，所以你要听得习惯。我马上就按照饭店人员给我的规划路线，然后就开始一个景区一个景区的旅游。不过它的地址上面写着永久歇业，我还是不管它，我还是过去了。原本这个地方是一个旅游区，结果呢，门口刚好有一个守卫军人，刚好挡住我们的进去的方向，说这里已经改成军事区了，是不能进去的。但是他私底下跟我们讲说，只要给他一点小费，那么他就会开门给我们进去。所以我们私底下就塞了一点小费给他，然后他就让我们进去了。进去以后可以看到整个兰夏湾的风景，然后这边的视野也非常的好，然后它也算是军事重地。因为这里是军事重地，所以还是有很多大炮等设备在这里。虽然这里已经是很旧、老旧的一些陈列在这个地方，但是炮塔一样可以使用。这里陈列了很多的弹药箱，所以看得出来这里曾经是观光区。如果是军事区的话，这一些是没有办法陈列的。除了我以外啊，我事后还遇到了2、3个外国人也过来这里参观。看来那个军人应该可以讲英文，所以能沟通，知道怎么去拿小费，然后让他们进来。接下来我们往海边走，就是到了白鹭的3个有名的沙滩，那分别是1号、2号跟3号这3个沙滩。但是有人会把1号跟2号常常弄混。其实最好的区分方式就是1号有1个饭店，2号有2个饭店。我是用这种方式去区分的。我去的时候刚好海滩上并没有人在游泳，但是很多人在海滩上晒太阳。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些海滩都会挤得全都是人，但是越南人不喜欢冬天游泳，所以他们基本上这个海滩在冬天去旅游的时候都比较没有人。沿着1号右边的栏杆，我们沿着海岸线这样子走，我们就会走到3号海滩，那边也是一个大饭店。沿着这个海岸这样子走的话，它的海岸线跟它的景色是非常漂亮的。过了那个湾口就到了白鹭3号沙滩，那在这里一样也是很多人在这里晒太阳，看风景蛮漂亮的样子。我去的时间是11月，也就是刚好是越南的冬天。那越南人很不喜欢在冬天玩水，所以在这里的越南旅客并不多。但是你到了夏天，这边就整群的人在这边旅游了，在这里玩水了，你到时候会挤得水泄不通。所以来这里冬天旅游是最舒适的。3号海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它有这个椰子树棚。躺在椰子树下，看着前方的美景，真的是如诗如画。我们从最南边往北走，大概10公里的地方，你大概就会遇到一个战地医院。那这个它是一个洞穴，但是里面它却是一个医院。它这个医院是早期它作战的时候，那现在已经开放出来给人观光了。它这一个医院的洞穴刚好位于半山腰，是熊山洞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旅游景点是海防的一个海山村的一个景区。它最广的人知是抗美期间，就是在抗美战争的时候，它是作为野战医院的角色。再往前走大概3.3公里的地方，就是所谓的中庄洞，这是一个钟乳洞穴。
中专洞是一个古老的地下洞穴，它非常靠近吉坡岛的国家公园，大概就在它的国家公园的以南大概1公里的地方。它是生物圈保护区里面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洞穴之一，它也是非常极具吸引力的旅游胜地。在这个中专洞，它有许多不同的名称，那当地居民也有称它叫蝙蝠洞，所以洞内栖息着成千上万只不同种类的蝙蝠。那在抗美期间，它也是海军司令的通信部队，就利用这个部队进行无线电的传输还有部署，所以它也被叫称海军洞。这个洞穴其实我走起来并不大，我大概10几分钟就走完了。再往前走1公里就是吉坡国家公园啊，也有人叫它卡巴国家公园。那这个地方因为刚好我到的时候已经接近5点了，大概4点半，所以我们大概没有时间再往里面去逛，因为逛这个要2、3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放弃了最后这个国家公园的景点。听说里面都是原始森林啊，当然也看得到叶猴。最后我们到了最北边，那边是一个港口，那这边的风景非常的漂亮，然后我也很喜欢在这个地方拍照，因为这个地方真的蛮清静的。往回走大概1.4公里的地方，你会遇到一间叫天国庙的地方。它这个地方它有点特别，它是个凄美的故事。因为我找不到这个庙的入口，所以我问一下路人他们是怎么下去的。This is road. You have 1, 2, 3, 4, 5, 6 blocks. You know, 6 blocks. You have to step. You have to stay here. Okay. Here. 要到庙这一个路上，它这一个石桥非常的漂亮。然后它这边流传着一个故事，其实这间庙主要是因为在19世纪末的时候呢，因为有9个姐妹啊乘着船，然后到东北角海域去游玩，结果不小心遭受了暴风，船只沉没了。然后呢，9个姐妹就死掉了。那大姐她的遗体到了那个贝斗群岛，所以在那边修了一个8门庙。二姐的遗体呢，就到了浪下村，然后居民就在那边修了一个浪下王母庙。然后3姐的遗体呢，就飘落到那个嘉峦河口，然后就到这个地方，居民就是在这边帮她修了一个天母庙，然后也有人叫天国庙。那因为其他的姐妹呢，那么她的遗体呢，就散落在北部的各个沿海地区。那这个庙呢，那正确的名称他们叫它天国茂和庙。那主要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场所。那旁边就是所谓的嘉峦渡轮码头。居民如果要出海捕鱼的时候，他们很多都会来这边祭拜，祈求平安，然后也顺便祈福。所以这边算是居民的一个神圣的场所。我来的时候刚好门是关的，所以我就只有在门外祭拜一下就回去了。这里的风景相当的优美，然后也伴随着这个凄美的故事，所以在这里的心境会特别的不一样。晚上我们就去了咖啡厅，然后去喝了饮料。那我们
住的饭店对面刚好就是一家音乐酒吧，所以我们在里面喝了一些饮料，听当地现场演奏音乐，所以它的气氛特别的好。驻唱人员就住在我们这一家饭店，然后因为一晚才25万越盾，非常的便宜，所以他们长期在这边住了可能有3个月。我听饭店的人说，他包了3个月住在这里。隔天一早，我们就去滨海公园散步，然后看一下它滨海公园的广场跟风景。广场这里其实也是一个渡轮码头，其实在这里出海出港去游玩的人蛮多的。受影星里奥纳多的影响，所以在这里旅游的外国人非常的多，反倒是我们台湾人比较少在这里旅游。最后我要离开，准备回程了。然后回程之前，本来想去吃一只龙虾看看的，但是询问一下这里当地龙虾餐厅的价格，发现到一只要180万，所以最后我决定吃了一个广场附近吃了韩式烧烤，我就回去了。一家的酱汁我觉得好特别，然后询问一下才知道，原来它的酱汁都是自己调自己做的。最后我们回程搭了渡轮，然后准备就回到海防市了。我们很快乐的结束了在吉坡岛的行程。回程时到了甲板，发现他们好像是在船上做菜的样子。不过呢，这也让我非常的喜欢吉坡岛的整个旅游过程。吉坡岛的介绍就到此为止，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一次的影片。